你常喝星巴克吗？你会觉得手上拿一杯星巴克就莫名有种高级感吗？你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星巴克的咖啡那么贵，却老是在买一送一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星巴克吧。你知道吗？今年是星巴克来台25周年，他们带起了外带咖啡的潮流，可说是台湾最知名也最成功的连锁咖啡店之一。在一部分的人眼里，星巴克是高级、潮流、时尚的代名词。即使价格不便宜，许多还在念书的学生也会特地的等到买一送一日的时候去消费。但有另外一派的声音呢，却认为星巴克太贵了，而且品质与价格不符。去的人要不是真有钱，不然就只是想要装酷。这些不同的想法让我们十分好奇哦，星巴克的高级感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如何从西雅图的一间小小的咖啡豆贩卖店，变成了全球商业课程都爱讨论的成功案例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从星巴克的崛起故事来看看他们如何经营品牌形象吧。不过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按时惯例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也有想看演唱会门票却总是被黄牛抢走的困扰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文化部推动了黄牛条款，从6月2号开始上路，不管是转卖会加钱的黄牛，或是用机器人扫票的黄牛，通通都会处罚。黄牛条款规定只要有加价转售的行为，就会被依张数除以票价10倍到50倍的罚锾。那如果利用程式大量抢票，则会面临到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是300万元以下的罚金，甚至是有期徒刑跟罚金合并处罚。此外呢，大家遇到黄牛也别客气可以多多利用文化部的检举黄牛专区，检举成功的话，最高还有10万元奖金。最后，文化部也呼吁法律是最终手段，防堵黄牛需要全民不当黄牛、不买黄牛票，才能够一起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喜欢的歌手。1971年，第一间星巴克由3位好友在西雅图的派克市场创立。那时候的星巴克是一间只卖豆不卖咖啡的精品烘豆坊。不过，这几位老板的名字在后来几乎很少被提起，真正被大众记得的是后来的执行长霍华·舒兹。舒兹曾经在烘豆坊时期担任星巴克的业务经理。1983年，他去了一趟意大利出差，结果深深的迷上了米兰街边那些小小的咖啡吧。舒兹想到，如果星巴克可以像意式咖啡屋那样子，成为店员还有客人彼此熟识的温馨小店，那该有多好。除此之外呢，他也注意到高品质的意式咖啡也是在美国市场里面还没有被发展的新版图。舒兹兴冲冲的回国，想要说服3位老板把星巴克转型，但却失败。于是后来舒兹先辞职，又在1987年霸气回归，直接买下星巴克。那一年，舒兹一口气就开了17家星巴克分店，并且在5年后的1992年成功的融资上市。上市时呢，星巴克在美国的分店数已经有了165间。不过这些分店并没有遍布全美国，反倒是集中在西岸少数的城市里面，而这其实正是星巴克一项特殊的经营策略。打从一开始呢，舒兹就希望能够把星巴克打造成一个第三空间，也就是一个让人们除了自己家跟公司之外，可以社交、独处还有喘息一下的舒适场所。所以星巴克的装潢特别有放松的氛围，每一间星巴克几乎都有大面的落地窗、木质座椅，还有一些软沙发或者是皮座椅，配上暖色调的灯光。在网络与笔电普及之后，星巴克的每一个位置也几乎都有插座可以使用，并且提供无线网络。而且舒兹也相信热情开朗的员工能够让顾客留下温暖的印象，促使他们反复光顾。这样子一来呢，店家与客人就会变得像朋友一样，而星巴克也会变成人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而最重要的是，一个适合的第三空间最好要位在人们从家里或公司走路就能到的地方。所以星巴克呢会密集的在一个地区开店，成为社区当中的好邻居。而事实上他们的顾客粘着度也的确惊人。曾经有研究指出呢，当时爱去星巴克的顾客们，平均1个月就会走进星巴克18次。不过，要打造一个成功的第三空间，不仅要有合适的环境，还要有能够吸引跟留住消费者的特色。这就必须要说到星巴克营造的消费体验了。星巴克的员工们不仅要接受专业的咖啡师训练，内部更有黑围裙大师这样子的头衔，代表知识、专业与品味都通过严格标准的咖啡师，为顾客提供更高品质的服务。此外，星巴克的菜单刻意移植了许多意大利的原文名词，例如像是 Grande 啊、Vendi 还有 Latte 等等。这些陌生的字虽然不太好念，但却可以凸显星巴克的进口感，还可以让客人体验某种异国风情。一方面呢，好像有点特别另外一方面呢，又能够让能够流利点餐的人觉得自己有点厉害。
除此之外呢，星巴克也同时为客人提供2项尊节服务，一个是饮料的高度客制化，另外一个呢则是结账时的画杯文化，把客人的名字写在杯子上面，偶尔附带心情小语或者是可爱的插图，让顾客觉得自己又特别又受重视。这些再加上前面说到的第3空间，星巴克呢让美国民众体验到前所未见的咖啡仪式感，并且把喝咖啡变成了一种平价的奢华休闲。从影集《欲望城市》到黑人拿星巴克就不会被警察盘点的笑话，我们就能够看出星巴克已经跟高级都会感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连接。而有了这样子的形象呢，星巴克就开始进行海外拓点，台湾当然也是其中一站。1998年，台湾的第一家星巴克在天母开幕之后，星巴克很快的又陆续达成了4年100家、9年200家门市的成就。就像当年星巴克让美国人体验到崭新的咖啡馆文化一样，星巴克也替台湾民众带来了喝咖啡的全新体验。在星巴克之前呢，台湾当红的咖啡馆有真锅啊、丹提、怡客、西雅图等等，性质上面比较接近简餐店。如果要自己买咖啡来喝，当时流行的是罐装咖啡或者是即溶咖啡。不过在星巴克来台湾以前呢，去咖啡馆喝咖啡比较偏向少数人的嗜好，而罐装或者是即溶咖啡则比较像是忙碌工作里面的偷闲啊，或者是提神。这个时候，星巴克以现煮外带的模式杀入市场，让人们既节省了时间，又能够喝到新鲜现磨的咖啡，不止品质更好，而且一次买1杯就好，就像喝手摇饮一样方便。不过，面对不同的文化与市场，单纯复制美国模式并不一定适用。星巴克还特别做了在地化经营，来增加各地星巴克的特色。例如前面也有提到的画杯文化也被引入台湾星巴克，喜欢的客人呢看到可爱的插画总会觉得倍感温馨，而名字老是被写错的人呢也总会上网一起抱怨吐槽，或干脆表示呢在星巴克我一律姓陈。这些顾客自主的分享对星巴克来说都是绝佳的话题行销，吸引了更多人对于星巴克的特殊服务产生好奇。此外呢，星巴克还推出了中秋月饼与端午粽子，在各个城市呢推出城市马克杯或者是地区限定新冰乐，在开设分店时呢，有的时候会将新的店面融入古迹建筑，或者特别请设计师规划充满在地特色的门市。这些做法都是在将外来的咖啡与原有的文化结合，创造出一种共融的亲切感，也是制造话题吸引顾客上门的一种手法。于是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呢，星巴克第3空间的舒适感、亲切的服务、标榜精品咖啡的形象，还有在地化的融合，也让星巴克在台湾成为了高级感的代名词，一度蔚为风潮。只不过呢，它高级的价格也引来了不少的质疑。2017年，星巴克在台湾的一波涨价引发了网友不满。有人发现，同样品相的咖啡在台湾竟然卖得比美国、日本还贵。更有谣传说星巴克的咖啡跟统一旗下 7-Eleven 的 CD 咖啡其实没有差别。所以不满也延伸到了为什么星巴克那么常买1送1，既然能够用半价贩售，是不是代表星巴克本来就没有那么的有价值？还有星巴克的中杯根本是小杯的 size， 而大杯呢只有价格很大，容量却很一般等等。针对这些质疑统一星巴克曾经郑重回应，他们只用美国总部进口的咖啡豆原料。言下之意应该是星巴克不会因为在台湾是统一独资就改用统一的咖啡豆。那当然喝起来像不像可能就见仁见智。而至于杯子大小的问题，其实星巴克确实有比中杯更小的小杯，只是要特别问才有。不过进一步延伸的许多问题，像是为什么不告诉大家有小杯，不同大小的设定标准又是什么，以及买1送1为什么这么频繁？这些问题呢，就我们能够查到的资料来看，星巴克似乎都没有明确的说明过。那虽然星巴克不解释行销圈呢却有不少人从消费心理学分析，认为买1送1其实可以让人有赚到的感觉，而直接折半价呢，反而会让咖啡感觉没有那么有价值，导致品牌的定位崩坏。此外，用很小的中杯来显得买大杯更划算，确实也是一种引导消费者投入更高消费金额的常见手法。那至于星巴克到底有没有好喝，有没有值这么多钱，这一点呢，澳洲跟意大利人就给了特别严格的解释。意大利与澳洲或许是星巴克在全球唯2难以扩展版图的地方。曾经呢，星巴克在澳洲开了84家分店，却在2008时呢一口气收掉61家。至于星巴克的灵感起源意大利呢，他们直到2017年才终于准备万全、战战兢兢的插旗米兰。这是因为意大利跟澳洲人呢，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咖啡文化，不止街边咖啡店随处可见，人人也都培养出了与自己独有的喜好与品味。比起连锁店他们更喜欢有个性、有不同烘焙风味的独立
立咖啡馆。对他们来说呢，那些店的咖啡不仅更好喝，而且价格还不到星巴克的一半。也有评论指出，看在老一辈的意大利人眼里，星巴克的咖啡还是像水一样，尤其热门商品星冰乐根本称不上是咖啡。而这刚好跟台湾与美国相反，因为我们原本都没有咖啡文化的历史，所以星巴克的出现呢，反倒成为了我们认识咖啡的起点，引领了一阵风潮。这或许也能够说明为什么星巴克在来台25年后的今天，似乎已经没有像过去这么风光了。在星巴克以及后续其他连锁品牌的推波助澜之下，台湾人渐渐也培养起了喝咖啡的爱好与习惯。有人甚至认为星巴克体系培养起了台湾第一批拥有烘豆能力、能够独当一面的咖啡师。2009年左右，台湾咖啡店的数量开始爆炸性成长，不管是连锁店还是独立咖啡店都蓬勃的发展。现在人们要在上班前买杯咖啡，又或者是周末要找间咖啡馆消磨时间，选择已经很多，店家特色呢也比以前更加的鲜明，人们对于咖啡也变得更加的分众、更挑剔。在这种状况底下，不论是想要喝高品质的咖啡，还是需要一个第三空间，星巴克都不再是人们的唯一选择，反而只是选择之一。从需求面来看，星巴克吸引到的可能是舒适的环境、宽敞空间，可以久坐、可以闲聊、可以临时办公的人。但需求着重在其他地方的人们，则会找到其他更符合期待的店家。而当大家彼此之间开始互相比较，自然就有了喝星巴克不如喝某某家之类的评价。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有路易莎卡玛许多独立小店的强敌环伺，星巴克其实一直都还保有高度的竞争力，不管是市占率还是分店数都没有衰退的迹象，今年更是达成了全台分店500家的壮举。不得不说，有这样子的经营成果呢，这就说明了星巴克基本上还是很受大众喜爱的。所以说到这里最后呢，就来问大家，你是如何看待星巴克的呢？我是星巴克爱好者，从咖啡咸食、甜点到杯子都喜欢，并偶尔会想要特别喝一下，但真的太贵了。其实星巴克明明就超普，真的不懂其他人在想些什么。第一，我不喝咖啡但我喜欢去星巴克拍照或工作。其他留言跟我们分享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星巴克的经营秘诀。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统一集团如何统一零售业，以及雅马哈到底可以多斜杠。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